听四月说中文。嗨，大家这周过得好吗？最近可能常下雨的关系，所以房间啊，还有衣橱里面都很潮湿。这大概是台湾常见的一个问题。不过就让我想到以前租屋的时候，也是都租到房子特别的潮湿，或是有一点不是很满意的房子，所以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租屋的这个事情。那因为租屋的事情可以谈的太多了，所以想说主要讲台北租屋的一个状况。那希望对于想要来台北租屋的人会有帮助。那我就开始今天的主题咯。你现在是租屋还是住买的房子呢？在台湾租屋这件事啊，对我来说有很多不好的印象。我学生时期的时候都是在台北念书，因为家人也都是住在台北，所以我也都待在那。而因为家里没有买房，自己家一直都是租屋，所以对于租屋这件事算是很习惯了，也以为是个很简单的事情。没想到等到大学毕业要去外面租屋的时候，才发现，天哪，原来没这么简单耶。那是为什么呢？一开始住家里的时候，虽然也是租屋，但当时家里4个成员住在大约有4间房间的家，租金大约是2万台币以内。就这样过了10年吧。当我毕业想要自己搬出去的时候，发现租金已经不是这样便宜了。我第一次租屋的房子啊，是一间小套房，和房东一起住，是房东自己的房子。除了我自己的房间以外呢，公共空间是可以共同使用的。但老实说，因为房东大多时间都在公共空间活动，所以我自己也不太喜欢去公共空间，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面。小小的空间包含一张高脚的床，下面是衣柜和一些柜子，再加上一张桌子就满了。而且自己房间的厕所也相当小，只能走进1个人的空间。猜猜这样大约要多少钱呢？答案是1个月7500块台币，大约就是美金235美元。对一个刚去工作没多久的新鲜人来说，实在是有点贵，但也没有其他选择了。在台湾啊，尤其是北部靠近都市的地方，租金都是相当不可思议。至少对我而言，还是觉得有些不合理啦。拿台北来说，由于有相当多的老屋都在出租，屋子都盖了将近30到40年，无论是屋内还是屋外都蛮老旧的。但是这些老屋的租金却因为地点的关系，可以拉到很高。一间2房到3房的老公寓啊，也都可以租到2万以上。而且有一种很常见的公寓呢，就是所谓的顶楼加盖，也就是原本其实是顶楼的楼层，却把它盖成1层楼。这种公寓的问题呢，就是会非常的热，到了夏天不开冷气是活不下去的。偏偏这种顶楼加盖的公寓有非常多在出租，加上价钱可以稍微便宜一些，所以也还是租得出去。而且其实顶楼加盖和一些室内看起来像鬼屋的房子比，只要房东有整理过，都还是可以接受的。光这样听就觉得不可思议吧？居然要在这些选项里面选一个，真的没有更好的了吗？其实如果要省钱，又想要住在繁华的都市，通常很多人会选择和朋友一起合租。假设原本1层公寓有3个房间，可能要花上3万元来租下整层公寓。但如果你能找到另外2个朋友，就可以每个人只要付1万元就能够租到很棒的公寓。这算是蛮常见的合租方式吧。另外也是有类似 share house 的形式，主要是租给年轻人或是学生，很像是去青年旅馆一样吧，大家一起使用公共空间，但平常还是有自己的房间。
通常这种形式呢，其实都会有外国人哦，所以对于想要练习英文又喜欢社交的人，是一个很棒的选择。不过，若你不太喜欢回到家还要和别人社交，或是害怕说英文的话，应该就没办法接受这种形式了。另外啊，如果你愿意多花一点时间通勤，其实不一定一定要住在繁华的都市附近。如果你是在台北市上班，那或许可以租远一点，像是新北市的房子。尤其是台北和新北的捷运非常方便，几乎到哪里都可以透过捷运就到了。虽然说住在捷运站附近的房子现在也不便宜了，但是至少算是一种降低租金的方式。另外啊，现在甚至有人租到外县市，每天早上用高铁，类似日本的新干线来通勤。当然票价是相当的贵，但是如果可以换来比较舒适又便宜的居住环境，好像多花一些钱在交通上也无妨。这就看每个人在意的是什么咯。所以如果你来台湾也需要租房，你可以上网直接找，会比较快。那如果你想要租到便宜一点的房子呢，可以看你在意的是什么，或许可以舍弃一些条件，还是有机会租到好的房哦。但要提醒一下，如果看到喜欢的房子的时候，最好尽快和房东约看房，不然好的物件通常很快就被租走了。谢谢您收听我的节目，希望有帮助正在学中文的你。我有将逐字稿放在资讯栏中，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参考。我也会持续的更新，喜欢的话可以 follow 我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